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各国恋爱大不同。有没有想，你知道吗？在外国某一个网上公布了最会谈恋爱、最浪漫的国家的排行榜，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最浪漫国家的排行榜，这里有第1名，我觉得意大利。外国朋友看一下。罗云，你有看法吗？对这件事情，意大利排第1位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爱尔兰的。其实我刚刚看到你喜欢爱尔兰的？对，我听到爱尔兰的一段，然后有那个爱心的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？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个是，对呀，我觉得这个很浪漫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，没有那么多。然后以前也有一个男生，他喜欢我，然后给了我一个葡萄，然后那个葡萄是个爱心，我觉得这个很浪漫，很浪漫。淘宝上面有批发这种类似的东西吗？还有我们这一批葡萄，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如果到我们义乌来看一下的话，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品种，有鸡心的葡萄、鸡心的苹果、鸡心的森梨，还有鸡心的山药。我们听不下去了。对啊，就听不下去了。这个东西我不觉得很浪漫的。我觉得很浪漫。其实这些用钱来买的，我觉得反而不浪漫。我想要这些不同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自己创造的东西，最重要的。我给你看，我给我的老婆画画，然后我给她，然后在里面有15个她，然后她需要自己去找她在哪里。然后他就会记他为了我创造这个东西，不是他买了一个东西然后给我一个礼物，是他自己创造的，他比较喜欢。还有，等一下。国家还有一些未婚的艺术家嘛？还有，我在里面写了 love 爱的字，我写了10次，然后他需要找到在哪里写的。是吗？这里面有 love 吗？有，你能找到吗？找不到啊。哦，这里有个 love。对。哦，浪漫。哎，这个我可以承认有点浪漫。对啊，就是把太太画在那个画里面有10个。爱尔兰放第1，爱尔兰放第1了。这个爱尔兰可以到第1。真的。刚刚米大伟非常激动哦，他会觉得印度也应该在这排行榜里面吗？不是里面第1名的。其实如果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啊，那到计划你很向往那个地方的爱情，你希望在那里有一段爱情的话，在国外有一些很特定的地点是可以有很多艳遇的。我们让大家写一下，各位，把你们国家最容易发生艳遇或遇到帅哥美女地方的地方写下来，好不好？来写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家怎么写啊。来，冯杰森，在美国哪里可以？洗衣机房。对了。奇怪。为什么洗衣机房可以遇到爱情？对的，因为比如说你住在公寓里面，他们可能楼上会有那个公共的那个洗衣房，所有的人都在里面洗衣服的时候没事情干，你看到一个美女或者一个帅哥，你就可以，我们没事情干，你要聊一会儿吗？还是哎，你这要报警啊！你这样的，我没事情干，对，你这样子，对，肯定会有人报警的。要报警啊！这种事情。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用的？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，你可以教我一下吗？是吗？对啊，谢谢你。天哪！对。这样就在 party 上面 party， 因为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 party， 就是很多，但是这20年以来很流行的一种就叫一个speed dating， 还是他们就是去一桌子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多人，然后他们就是给你2分钟，比如说我们2个人坐在这个桌子，他们2个在这个桌子，然后我们聊一聊，然后他们说变，这个中国早就有了，中国早就有了，不是什么新东西，这个发明的啊，不是美国发明的，醒醒吧你！来，罗莹莹，我的也想说是 speed dating， 但是陆毅你错了，谢谢。这个肯定是美国发明的，不可能，中国早就有了，肯定是的。另外，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。为什么英国永远是学美国啊？因为美国比较近，然后我们老是学坏，就看他们的电影啊，从电影学回来了吗？是吗？你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吗？为什么要学美国？很奇怪哎。英国人比较保守，然后男生比较腼腆，然后我们就找一些稍微开放一点的一些方法嘛。其实很多英国人可能比较保守，就不做这个方法，但是里面发现有很多美国人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安全的。你想一想，你2分钟聊天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对，不会很了解。你看看他们2个要是你喜欢我吗？好，对，他们2个聊天
可你还不知道呢，他可能是杀手，你还不知道会敌了什么其他的事情啊。对对对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很多外国人他们的这个恋爱观，我觉得有一点很好，就是女孩子在恋爱当中要有自我，要独立，不要被男生牵着走。同时，我觉得如果有自己的经济条件，独立起来的话，爱情会更牢固一些。谢谢各位参与，谢谢。